书接上回，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心积虑，他就是特纳的对手硫磺岛驻守日军的指挥官栗林中道，一个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职业军人，日本陆军中将，曾经担任过日本驻美国使馆的武官，还在哈佛大学学习过，曾经潜心研究美国军事。1944年底，栗林中道被调到硫磺岛担任日本最高指挥官。正是因为他是日本陆军中少有的了解美军特点的日本将领。到达硫磺岛之后，他马上巡查了全岛的地形，清点岛上驻守日军的人员和装备情况。栗林中道采取的防守策略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到阵地战的泥沼中，利用偷袭战让美军大出血。其实栗林中道心里很明白，硫磺岛最终是守不住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尽量增加美军的伤亡。在得知美军登陆部队的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4星上将特纳时，他考虑到面对特纳作战凶狠、快速突击的特点，考虑到美军绝对的海空优势和超强的火力支持，栗林中道制定了凭借硫磺岛山体连绵的有利地形，建造隐蔽的地下工事，实施纵深防御的策略。防御工事多是以地下坑道阵地为主，混凝土工事和天然岩洞有机结合，并有交通壕相互连接，炮兵阵地也大都建成地下室。尽管牺牲了射界，却大大提高了在猛烈轰击下的生存能力。硫磺岛战役中，栗林中道要求日本士兵在战斗中重点射杀美军医护兵。他知道这样做肯定是违反国际公约的，但是杀死一个医护兵就很有可能拖垮美军整整一个小队的人。那些受伤的美军士兵没有了医护兵，就有可能很快丧失战斗力，并且流血过多而死亡。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栗林中道是多么的残忍。另外，他还改变了日本在战役初期的死拼战术，他规定要采取近距离射击、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并且严禁自杀冲锋。他还狂妄地号召每一个日本士兵至少要杀死10个美军。就在美军陆战队员快速登陆的时候，栗林中道命令岛上的日本守军从坑道全部进入到阵地。依照事先测算好的数据，日军的炮火准确地覆盖了登陆滩头，陆战4师伤亡极为惨重，很多战士甚至还没有看清炮弹飞来的方向就已经倒下了。向南部进攻的陆战5师因为比陆战4师晚了大约20分钟遭到炮击，而且炮火相比陆战4师遭到的要弱，所以得以利用这一机会快速穿越岛的最狭窄部，切断了折波山与其他地区日军的联系。美军眼下的局面非常被动，特纳迅速调整编队，调集陆战4师按照原先的部署向北推进。可这时候日军都藏在山洞的地堡里面，美军在低洼地势的开阔地带，前面的敌人看不见，很难打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每向前推进1米都要付出生和死的代价。日落时，美军已经有6个步兵团、6个炮兵营和2个坦克营，共约3万人上岸了，占领了宽约3600米、纵深从650米到1000米不等的登陆场。全天有566人阵亡，2547人负伤，很多伤员又因为美军医务兵被日军重点射杀，从而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血过多而死亡。而日军伤亡总数只有不到500人。天黑以后，一贯傲慢的特纳在吃了苦头以后再也不敢大意了。他要求海面上的军舰不间断地向岛上发射照明弹，以防止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偷袭。吸取了第一天的教训，在2月20号凌晨，大批美军坦克登陆到硫磺岛。美军士兵以坦克为先导，他们以手榴弹、炸药包、火焰喷射器逐一消灭岩洞中的日军，有时甚至出动了推土机将洞口封闭。陆战4师在舰炮和坦克的支援下攻占了1号机场，并切断了岛中部日军与北部圆山之间的联系。硫磺岛战役的艰苦程度是美国士兵在登陆之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一方面，岛上的日军是异常顽强凶狠；另一方面，岛上的恶劣自然环境，岛上四处弥漫着瘴气，散发着刺鼻的恶臭，脚下土质松软，高温缺水，让士兵们真的是吃不消。士兵们体力消耗很大，都在渴望着休息。在他们登陆的第4天，岛上还下起了大雨，登陆部队被迫停止攻击，开始抓紧战地休整。驻守北部圆山的日军是连队长西竹一指挥的第26战车联队。骑兵出身的西竹一还曾经夺得1932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马术冠军。
1944年7月14号，西竹一被派往硫磺岛增援。西竹一经过考察，认为硫磺岛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合传统的坦克车作战，所以他下令将补充来的全部32辆坦克车分解，将炮台和机箱拆下，安装在山谷中固定使用，并且进行了精心的伪装。面对美军的数百辆坦克，这些隐蔽在山谷中的炮台给美军的推进造成了很大困难。很快，特纳发现陆战4师在北部圆山地区的推进越来越困难。随着逐渐升高的地形，西竹一指挥部下构筑了密如蚁穴的地堡和纵横交错的坑道网，凭借这些攻势，他们的抵抗相当顽强。一直到3月2号，美军伤亡总数已经达到6000人，其中阵亡1600人。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美军将作为预备队的陆战3师和陆战第9团野战炮兵第12团送上岛，投入战斗。从硫磺岛战役打响，美军陆战队员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战斗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消耗。这个时候，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已经下降到了平时的一半，但日军的损伤就更惨了。他们2/3的指挥官都已经战死，原来2万多人的兵力现在只剩下4100人。他们躲在硫磺岛北部的山野和洞穴里面又湿又热，而且散发着恶臭。此时的日军已经是弹尽粮绝。1945年3月7号，硫磺岛战役已经持续了将近20天。按照美军整体作战计划，硫磺岛战役必须在3月20号左右结束。特纳决定开始向圆山发起总攻。那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夜袭，但是由于圆山地形复杂，并且美军不习惯夜袭，而屡屡走错目标，加上日军疯狂的抵抗，这场战斗持续了将近30个小时。美军在2天后攻到了西海岸，占据了约一段800米的海岸，使盘踞在圆山的最后的日军陷入到美军的包围之势。战车第26联队被美军包围在直径350米的范围内，在抵抗了2个星期后，指挥官西竹一于3月14号带领仅存的300余人想要突破美军的包围，但几乎全军覆没，西竹一自杀身亡。到了战役的最后阶段，岛上的日军只剩下由栗林中道亲自指挥的部队。1945年3月10号，陆战3师把防守的日军截成2段之后，便开始两面展开，形成夹击之势。1945年3月16号，东北部的800多名日军被歼灭，美军于当天18点宣布占领硫磺岛。1945年3月17号，栗林中道向日本本土发出了诀别电报之后，率领残余的日军在夜间对驻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发起了最后的偷袭，许多美军在睡梦中被杀。特纳大为恼火，天亮后他亲自组织美军清剿这股残余日军，经过3个小时激战，将其全部歼灭。栗林中道右脚踝负伤，与参谋长等用手枪自杀。硫磺岛之战终于结束。36天的苦战，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岛屿登陆战最惨烈的一次。美军参战11万人，阵亡28686人；日军参战23786人，阵亡22703人，投降1083人。硫磺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役岛屿争夺战中唯一的一次伤亡人数超过日军的战役。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员中，每3个人就有1人阵亡或负伤。硫磺岛的攻防战以攻方损伤超过守方而闻名，不过美军的巨大代价很快就得到了回报。硫磺岛机场不仅进驻了战斗机部队，还成为美军 B-29轰炸机应急备降机场。至战争结束，累计共有 2.4 万架次受伤或耗尽燃料的 B-29在此紧急降落，从而挽救了这些飞机上27000名空勤人员宝贵的生命。栗林中道的亡命抵抗也的确给美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也让美军在日后对日作战之前多了一分考虑。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他们最后的疯狂也没能够阻挡住盟军的步伐，反而让美军决定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武器。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